2015年9月，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日本的一个大师叫荒木志，那他做的东西，当时我以为是真的，那就让我很震撼，原来微型的东西也可以做到这个程度。那我在11月就开始做我的第一件作品《大阪烧肉》。如果以大件，好比说鳗鱼屋那个织金中店，A/24的话，那一件平均3个月左右。那如果以你看到这些回收国的春天解忧杂货店，这个因为它的细节的东西，不像鳗鱼屋店的厨房那么复杂，所以大概在1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做微型到现在2年多，目前是没有遇到什么任何困难的地方。困难，与其说困难，只有时间的长短。好比说做鳗鱼屋的厨房，这些厨房里面的所有的琉璃台作业的一些台子，可能要花你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骨架。那难度是还好，而是时间花的长短的问题。第3件作品就是鳗鱼屋店，那这一件作品不管是厨房还是在它的那个营业的作业区，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包括2楼他们这对夫妻住的房间，那还有客房。那我在没有看过现场的情况下，我也只能请那个鳗鱼店的阿伯拍照给我。那这个是因为花了最多的时间，他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这一件。网站的话，如果说以脸书了最常追踪的还是荒木志跟北海道的一位微型的一个作家，叫松叶俊一，他专门做1比150的。那这个是我持续都会追踪的对象。因为这2年我做台湾的场景会比较多，那我的做法通常都是在路上看到有不错的一些景象，那如果觉得它适合做微缩的题目的话，那我会把它拍照，多拍一些角度。例如解忧杂货店，这个就是我曾经在桃园，当时我的工地在那个地方，那旁边看到这个杂货店，我觉得它的脏跟旧的程度也蛮适合做微缩。那拍了1年以后，就在前2个月把它完成。收徒弟，曾经我做微缩1年的时候，曾经有开班，教了6个人。那这个6个人的迟到旷课，让我不是很高兴，因为他们如果没有来，变成我还要单独去教，因为既然人家钱花了，我也不想就让他放弃，所以这个印象让我觉得应该接下来比较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去教课。那唯一可以传承的，就是我现在有在写2本书，一本书是谈微缩的一些心得，跟对作品的解析。那另外一本书就是完全是以教学的角度来切入，那这个也算是可以让台湾一些想做微缩的人入门的2本。目前规模最大已经做完了就是1比6的男人的玩具屋这一件，这一件也前后大概花了3个月。那另外还有1件还在制作中，那是一个帮一个医生做的蝴蝶眼镜的秘密基地，它的宽度大约就1.3米，那高度也大概有50公分，是目前应该做的最大型的1件。因为目前我做的场景都是跟生活中比较有关联，可能有两种东西也可以挑战，就是像水的质感，还有例如烟雾的质感，甚至外太空的质感，做一些可能非日常性的
应该也是很有趣的题材。微缩跟袖珍不太一样，袖珍是一般大家在台湾会比较常听到的名词。微缩的话，它跟模型会占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很多的材料，都是用汽车或机车的模型来做景，它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灵魂。那在场景方面也是应用很多，例如说塑胶棒，那这些跟模型有关的材料，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那可以慢慢的多玩模型来应用。我的作品如果说发表，大家通常都会会心一笑，甚至会哈哈大笑。最主要我在里面传达的就是一些比较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幽默感，可能例如说我做的一个花妈的机车的挡泥板，那或者在墙面上贴一个信耶稣得永生的这种有趣的角度来看模型。当然模型本身，很多题材，我觉得它是很现实生活的，例如回收国的春天，希望大家看到它，可以联想到有一个阿伯，刮风下雨在做这些资源回收，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动作。那看到作品的人，我也希望他有点感触，是不是可以对待这些老人再多加照顾或者是政府机构应该用什么角度来切入解决这些拾荒的老人、捡垃圾、做回收的一些问题。它除了让我可以在现实中去关照真实的景象，把它缩小化，那同时它也是反映自己内心的一些可以去检讨跟反省自己的一些行为或者一些思考，它是同时成立的东西。这个房间是我一到高中1、2年级都住在这里。我是在过年的期间想说，利用这2张照片把它做还原。国中我在干什么呢？就是玩模型，就在我的柜子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型，柜子里面有很多完整的模型。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做一件事，就是画漫画，所以把这个房间取作漫画少年的日常，就是在表现我国中的时候到底在玩一些什么东西。那从这个桌子可以看到很多我以前画过的漫画的图稿，可以把这一个部分的空间，利用我这些我已经练好的模型包装，把它做成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放模型的区域，可能在床底下也会散落的几何，或者在桌子的下面，都可以看到这些模型的身影，是属于一个算是台湾最早的宅男的。哇！介绍里面的内容。今天我们来到乌来吃关东煮。今天我们来拍摄的地方其实是一个美食节目。这个香菇呢是从宜兰的三星葱旁边的田园种来的。香菇是种的吧？没错，不是树上长的哦。